4的吃到饱系列来到了 SKM Park Outlets， 这是位于高雄前镇的百货公司，前身是草衙道，后来被星光3月所并购。由于是位于捷运出口就到的百货公司，所以交通非常方便，就在草衙捷运站2号出口就到了。在这间百货公司有非常多的美食店家，之后也会慢慢补齐这些尚未品尝过的美食。那这次所选择的店家就是横滨牛排，店家位于大道东3楼，在2024年5月10入驻这里，也是高雄首家横滨牛排。那这次为什么会突然想吃这家？是因为小孩点儿童餐有优惠价，所以才特地过来尝鲜。菜单除了排餐以外，也有很多菜色可以选择，另外还有提供自助吧吃到饱的部分。但高雄已经有很多店家是排餐自助吧吃到饱的模式，这次就是来看这家自助吧的 CP 值高不高了。毕竟同类型的店家真的很多，想要挤进来也是不容易。儿童餐加自助吧，原价310元，优惠后是210。那我个人是点了道沙朗牛排，配酱是牛菌菇酱。手度的话，店家是限定5分熟，没有做其他手度。那在等餐的同时，就来逛逛这间的自助吧。自助吧区的范围并不大，相对提供的种类也有限。沙拉、水果、甜点、冰淇淋，这些几乎都成为标配了。有些店家会有自己独特的手入菜，像这边比较特别的就是这日式蕨饼。说到牛排店的配汤，几乎清一色都是玉米浓汤，好一点的会再加上一道罗宋汤之类的蔬菜汤。那这间是提供蘑菇浓汤跟意式蔬菜汤这2样，这2道的口味等等会在影片后面介绍。那也不知道从哪间店开始，自助吧的部分都会再加上咖喱口味的酱汁。印象中，从最早的贵族世家跟我家牛排，在以前也没有提供这样的口味，不知不觉中就普及到各家牛排店了。烤面包的部分，现在变成自助吧后，都要自己去雇炉，所以我自己本身很少来烤。但有些比较正式的排餐店会附上蒜味吐司，这种我就会多点个几份来吃。印象中，目前好像只有西利有提供这样的服务。如果其他间也有，也欢迎各位观众分享讨论。目前这样看起来，这间自助吧种类是偏少的。如果以一个人约500元的消费来讲，其他像是我家牛排、达乐斯、牛氏都是比较丰富的，还多了像热炒、披萨等副餐可以选择。如果是单纯比较自助吧的部分，我是觉得稍逊了一点，希望等等的排餐能补救一点分数。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吃沙拉，这边的酱汁还可以，不过沙拉种类有点单调，几乎都是绿色蔬菜为主，玉米笋又特别大只，感觉挺妙的。当前菜开个味还可以，再多点沙拉配菜会更好就是了。对啊，什么都感觉嘛，有新鲜嘛，有的话水果没有。说到咖喱饭这个餐点，我一直觉得这道菜色摆在自助吧是很扣分的事。一来，咖喱酱汁如果过分熬煮，味道很容易走味。至少我目前吃过的这类型咖喱，味道真的都偏苦。二来，饭锅白饭品质很难控制，不是太湿软，就是被挖到剩底的锅巴，吃起来的口感真的很糟。如果真的要摆出这道餐点，至少每个小时要请店员拿到厨房试味道吧。蔬菜汤的部分还可以，但味道有点偏重。蔬菜是真的很多，吃起来会有一点饱足感。当前餐吃的时候，喝个1碗试试味道就可以了。那接下来的蘑菇浓汤，我个人是觉得料真的偏少，很难捞到蘑菇。比起一般浓汤，真的就是单纯品汤而已。但这种汤也是一样，如果加热太久了，味道也容易变质，会有一点苦味。如果只剩锅底的话，那还是等服务人员补汤吧，免得喝了影响心情。
那正餐终于上桌了，那就来好好品尝这5分熟的美味。我个人觉得限定5分熟的熟度，是要对自家的牛肉品质非常有信心才会这样做。牛排如果不够熟，其实是不太好切，再加上刚好遇到有筋的部分，那根本是比口香糖还黏，只能用湿的方式。这家的牛排铁盘还有放置加热铁块，如果觉得熟度不够，也还能再加热一下。但这边会变成牛肉直接粘在铁块上面，感觉是不是需要一点牛油来帮助加热？再来，摆盘也特别用蔬菜来阻隔铁盘直接对牛肉加热，也可能是怕铁盘加热过头，让牛排味道走味。感觉是还蛮用心的，不过却变成牛肉保温不够，牛排到后面冷掉后会越来越难切。我自己是吃到一半时，铁块已经不热，再加上牛肉后半段已经不太好切了。像我这种喜欢吃饭配话的人，只能先专心把排餐吃完，才能慢慢来聊天了。那酱汁的部分只能说是特别，但还不到美味就是了。介绍完牛排后，等等也顺便讲一下儿童餐的部分。那这边就有请。请问佳佳美食家，你今天吃的是什么餐呢？我今天是吃的儿童餐。对，佳佳长大了，可以自己一个人吃儿童餐了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吃到了什么东西呢？我吃到了汉堡排。汉堡排，你知道汉堡排是什么做的吗？什么肉做的吗？猪肉。猪肉。对，那还有什么东西呢？鱼。你有吃到鱼，其实一直在给你打暗号呢。是妈妈，对不对？那你饭团还没吃吗？饭团还没。好，那等一下再跟我们分享食物的味道吧。好。儿童餐的部分，如果是国小生的话，有汉堡排、炸鱼排，这样210元加自助吧。那也来讲讲今天的用餐感受。如果单纯以牛排来讲，我是觉得还可以，但缺点也很明显，由于限定熟度的关系，变成不能慢慢享受餐点。如果不趁热吃，味道会开始走味。或许最美味的用餐时间只有短短的10分钟而已。虽然有铁块帮忙保温加热，但效果还是有限，变成有点鸡肋。酱汁的味道不算突出，我吃到后面是用盐来调味。不过这也是因为熟度5分熟的缘故，用盐简单带出味道，才能感受到牛肉的品质。那自助吧部分就真的是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了。以这种价位来讲，我家牛排、达乐斯、牛市，差不多一样价位的排餐店，真的是逊色不少。那如果是单纯要吃顿排餐，享受个气氛，那这间横滨牛排是还可以来尝鲜看看。但对自助吧不要抱太高的期待就好。那水开箱越来越多的吃到饱系列，之后可能会以排餐吃到饱的店家为主。也有观众分享，有些美食店家值得去探访。之后也会将这些店家排入美食影片记录当中，也请各位观众多加支持了。那饭后吃个冰，快乐是神仙。目前频道内排餐影片好像也有4、5间了，不知道正在观看这部影片的您，有没有兴趣再去看一下这系列的影片？如果有的话，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分享。之后会再慢慢把这系列的影片补齐，至少还有10几间店家在口袋名单呢。如果有更值得推荐的排餐店家，也欢迎分享，帮我把这系列的影片增加更多的美食资讯。那这次的美食之旅也要告一段落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请支持按赞、订阅跟分享。期待下个影片与您再相见。